一口咬断鲨鱼的邓氏鱼有多厉害？说起远古生物，恐龙最为人们熟知。在地球历经多次更迭变化的过程中，曾经出现过各式各样的生物，其中有一种生物出现的时间比恐龙还早1亿多年，它就是被称为远古时期的海洋霸主邓氏鱼。邓氏鱼生活的泥盆纪是什么样的时代？泥盆纪是地球生物界变革最大的一个时期，各种动物进入了空前的繁荣，尤其是海底的鱼类进行了疯狂的扩张，以普遍具有原始的颚、侧鳍等特征，因此泥盆纪也被称为鱼类时代。当时的景象大概就是行走在陆地上，察觉不了有什么危险，殊不知水下却生活着形形色色不知名的海底怪物。当时的生物种类多样，因此也给鱼类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。鱼类生长的体积都异常的庞大，邓氏鱼就是在当时出现的巨型物种。邓氏鱼的海洋霸主称号的由来，邓氏鱼又名孔鱼，是被认为咬合力第2大的史前鱼类，也是最大的史前盾皮鱼。头部四周与颈部的连接处被厚实坚硬的外骨骼覆盖，看上去像是披露着一个强有力的盔甲。尾部也有着厚厚的鳞片，浑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，能有效防止敌人的攻击。它身长最长可达10米，体重重达4吨，是远古时期顶级的海洋掠食动物。如此强健的动物，嘴里却没有所谓的牙齿，而是长了类似铡刀一样锋利又凹凸不平的刃片。这样独特的口腔结构，不仅可以产生高达5吨的强大咬合力，足以粉碎眼前所有活动的物体，还可以一口咬穿长有硬壳的动物。邓氏鱼想要撕裂一头鲨鱼或小型的轮船，那是分分钟的事情。而且它具有十分强大的吸力，只用0.02秒张嘴，0.06级就可把猎物吸进口中，一整套动作下来一气呵成。邓氏鱼有着庞大的身躯、快准狠的抓捕力，再配上强劲的咬合力，注定它成为海底世界的超级霸主，处于食物链的顶端。无敌是多么的寂寞，只要它想，就没有吃不了的动物，什么三叶虫、硬骨鱼、盾皮鱼、鲨鱼等等，都是它的囊中之物。有时候凶狠起来，还会捕杀同类。但与凶狠的外表不同，邓氏鱼的吃相十分优雅，慢条斯理。进食时，它会先将坚硬的骨头抛弃，然后再啃食肉的部分，即便吃到无法消化的骨头，最后也会把骨头吐出来。为什么邓氏鱼这一物种会被灭绝？邓氏鱼的海底最强霸主地位几乎无法动摇，为什么后来会被灭绝呢？原因有几个。第一个，有科学家认为强壮的体格是邓氏鱼的优势，也是它的劣势。因为在一定程度上，生物体型越大，越会影响其行动速度和反应灵敏度。于是，在邓氏鱼进化的过程就避免不了被其他速度更快的生物淘汰。第二个原因，大个子邓氏鱼胃口十分好，一顿可以吃下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动物。科学家们在邓氏鱼化石中常常能发现一些反刍出来的食物残渣，比如说没消化完全的鱼骨骸、动物的外壳等等。由此推断出，尽管邓氏鱼有着旺盛的食欲，但是消化不良的问题依然存在。其次，泥盆纪到了末期发生过物种大灭绝事件，当时地球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地壳运动导致火山变得活跃，海陆两地的火山同时爆发，喷发出来的滚烫岩浆流入海洋，导致海水温度上升。而更糟糕的还在后头，火山喷发之后留下的火山灰和有毒气体上升至大气层，使得阳光就无法透过大气层直射下来。这样一来，地表的温度就会迅速下降，甚至出现了冰河期。这个冰河期几乎维持了100多万年的时间。这个时期，天地一片白茫茫，随处可见都是厚厚的积雪。邓氏鱼无法适应这种环境条件，相继死去，直至所有邓氏鱼物种灭绝。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邓氏鱼在地球上的存活时间不长，仅仅只有5000年的历史罢了。所谓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物种与自然的对抗，能适应环境者会被存留下来，从而得到繁衍与进化，否则就会遭到淘汰。这是自然界的丛林法则，一切行为的背后其实都是遵循了生存和繁衍的天性反应。关注猫博士，下期接着聊动物。